好吧，金溥聰昨天開記者會哈，主要是那個戴嘉玲主持了，律師、會計師金溥聰都去了哈。那主要是說，本來沒有年終獎金的，突然發年終獎金的，而且發現金啊，這現金呢沒有收入來源啊，是台商捐的，所以呢，有一個同仁呢說要他保管這個王光慈120萬現金，那是不是拿這個現金去發獎金？說不是，因為這是舊鈔，發的獎金是新鈔啊，所以又不是這一批啊。那所以呢，馬英九很 care 收台商捐款沒入賬啊。那另外呢，這個王光慈就聲明說，馬英九同意收下，而且呢說是捐給馬英九個人的，用但是要公務用，總共有330萬啊。那另外呢，這個蕭旭岑還有跟這個姓韓的台商呢，手捧了100萬的台幣照個相啊。那為什麼要照相啊？那蕭旭岑說表示我們很大公無私啊，坦坦蕩蕩啊。蕭旭岑說我是努力在募款，坦坦蕩蕩。所以才會手捧現金合照啊，然後他就說呢，說台商捐給馬英九，馬英九就說呢公用，但是馬英九都忘了這回事了啊。那另外呢，這個台商叫做韓銀煥啊，他原來是福建的台商總會會長，現在要競選大陸整個的台商總會會長啊。他說是捐給馬英九個人的，上午問他2次，他說忘，我不知道。下午我想可能跟律師討論了一下，說捐給馬英九個人，因為捐給個人怎麼樣呢啊？那另外呢，這個戴嘉玲說呢，公開照片控3人調查小組，說因為這個相片就是3人小組在裡面，說呢有包庇蕭王的嫌疑，因為蕭旭岑跟宋濤會面說呢有包庇蕭王的嫌疑，你們都是一夥的嘛啊。那另外呢，這個李德維就說呢，這個說馬英九基金會這些人是用低智商指控3人小組啊，吵架嘛，我們看一下。這一張是從王光慈電腦硬碟取得的照片，指控馬英九基金會2位前執行長蕭旭岑跟王光慈可能觸犯侵占背信罪。前國安會秘書長金溥聰公布這張照片，說怎麼比對都找不到這筆錢。上傳的日期是2023年10月，我們查了前後1、2年，也有請這個會計師事務所幫我們去對賬，都沒有找到類似金額的入賬記錄。那旁邊那位台商台商會的總會長韓煥盈先生，台商的朋友要捐給馬總統個人的，不是捐給基金會的，那是屬於馬總統的私賬。的確，物理上我好像碰到那筆錢，但是事實上馬上就交給我們管財務的王光慈。看到這張照片後，我們不得不懷疑有包庇蕭王2人的嫌疑。那假如說因為一張照片就可以徇私情的話，尹啟明部長跟馬總統有多少照片啊？王光慈曾分2次私下拿了現金共120万元，要求一位基金會同仁代為保管。对此，前執行長王光慈的澄清，捐給馬前總統個人的捐款皆為現金，總額330萬，從2024年5月開始支用，全數用於公務，包括辦公室事務、公務餐費、車資、紅白事、花禮費、春節、春聯和掛曆製作費等。尾牙當天上午，王光慈在辦公室私下個別發放每個人2個月的年終獎金。年終獎金一共發出146萬現金，會計師所查賬呢，也是就發現根本沒有入賬。對此，王光慈在說，因為基金會慘淡經營，今年不發年終獎金，而是由馬前總統自掏腰包。相關對話記錄都在3人小組約談時提供。但此外，金溥聰還指控蕭王2人又讓馬辦提前退租。馬家人都已經提出輔助宣告的申請了，所有的一切都有遵照醫囑。我個人覺得金溥聰是挾怨報復，沒有關係。今天已經到了這程度，我會告他。恩恩怨怨再度浮到台面上，寫師徒對簿公堂。來，我看這件事情討論到現在成為大家全國矚目的焦點。但是其實3個主軸完全不同。第一個叫做馬前總統的身體狀況，第二個叫做這些當事人的恩恩怨怨，第3個就有沒有不法，很清楚啊，切開3條。那我今天必須說了這些大家現在看到這些訊息，其實在這2個月，我相信在場的每一位多多少少都有聽說，只是現在已經掀鍋蓋嘛。金溥聰開了記者會，把所有的指控明確講，而光慈也明確回應。所以我說這件事情還不到蓋棺論定的時候，因為金溥聰的記者會確實點出了一些問題，而光慈跟旭岑的回答並沒有完全滿足外界的這個就是疑慮。但是如果最後真的證明所有光慈跟旭岑所作所為，包含有私賬，包含收了台賬的錢，然後呢放在另外一個地方沒有進到基金會的錢，都是馬總統授意而且知情的話，
那現在我要舉的4個疑點就完全會反轉。第一個疑點叫做捐款人不願留下捐款記錄，這一點是最主要的論述嘛。可是好，這個我是粗淺了解了哈。根據財團法人法的第25條第3項第2款，本來捐款人要用匿名的方式捐款是可以的。所以我也去看2023年跟2024年的馬英九基金會的財報，我這邊就不秀出來了哈。我現在電腦裡面有。裡面只有講捐款年度拿到3000多萬，他並沒有講是這3000萬是誰捐的，比如說是沈富雄100萬，高嘉瑜200，沒有。所以這個人如果是要捐給馬英九基金會當公用，將這個錢進到馬英九基金會的公賬，而使這位台商的名字不被披露，是辦得到的。主管機關可以查。好，那他這邊有講啊，哈，主管機關同意就可以不用了，哈。對。好，那所以這個是做得到的。第二就是剛剛風姐所講的，好吧，那就不要進公賬啦，那入私賬，那就是什麼意思？馬英九個人，而不是基金會。對，那馬英九個人，那你應該把錢交給馬英九，你應該把錢進到馬英九的個人的這個賬戶，然後馬英九就接受饋贈。我就講哈，這個可能風景更了解。我們中華民國1年244萬以內的話，根本就不用課稅，是贈與人244萬，受贈與人沒有這個上限。是，那所以贈與人就是那個台商嘛。那受贈與人的話，我就進到我的戶頭裡面。那我就能支用了。所以如果這個錢不是基金会，我們先把基金會排除了，因為他當事人講說我要捐給個人嘛，那捐給個人的方式應該是給馬總統或是馬總統的賬戶。那以現在金溥聰秘書長出來開記者會的指控是，沒啊，這個錢都是光慈跟旭成在用，馬總統不知道，請注意哦，馬總統有沒有可能之前知道現在忘記？這是有這個存在可能的。但是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因為那個時間金溥聰說掌握光慈的硬碟是2023年的10月那張照片嘛，對不對？就是旭成跟那個台商，那光慈的回答是在2024年的3月15號有會議記錄，請示馬前總統，台商捐錢怎麼辦？而馬總統告訴他同意收下，並指定成為公務用，有會議記錄。可是這中間隔了半年了，你10月收錢，為什麼到了隔年3月才問馬英九，你這個錢是給你個人，你怎麼用？第三，錢後來是放在那個已經離職的隨扈，也因為那個隨扈跟辦公室的同仁有紛爭，所以後來被光慈以執行長身份辭退。你說他挾怨報復也好，或是怎麼樣，他有一段時間保管這個錢。光慈的理由是因為2025年4月的時候大罷免風聲鶴唳，哇，什麼都要查哈，這個黨部，這個只是人家捐給馬英九的錢，又不是違法的東西，為什麼怕人家查呢？它只是不是基金會的錢啊，我的錢跟基金會的錢都是合法的錢啊，所以這個事情大家會有懷疑說啊，你怕什麼？就台商捐的錢，你怕什麼？好，所以這個就會有問題。最後就是跟大家講哈，因為這整個過程，從2月25號光慈跟旭成被金溥聰以及馬英九當時有到那邊去看，要把他兩個辭退的這個過程，在確定將他們兩個辭退之前，你剛剛所看到昨天記者會所有內容，應該馬英九辦公室跟親近人都已經反覆查核，所以才痛下殺手，請他們兩個離開。只是我們國人朋友隔了3個月才看到這些資料，而在3個月的當中，旭成跟光慈已經離開了基金會，然後金溥聰昨天要開記者會之前，以我對他的了解，他應該至少會確認非常多次，你真的不知道嗎？會不會你之前你就跟他講光慈好，你把那個錢收着哈，然後你要用的時候就去支用，然後你現在忘記了，他應該也會問辦公室其他人，馬前總統他到底知不知情？而得到的答案應該是不知情，他才會出來開這個記者會，否則就會回過頭來，最後就是根本就是你只是光慈跟旭成去弄一個 AB 賬的，那你卻又說他們兩個這個背信忘義，然後侵占跟這個背信，那這樣馬前總統也會受傷。所以回過頭來，這就是為什麼馬家人會一直覺得說這個事情不要到司法程序的最主要的理由。可是既然都開了記者會，而金溥聰今天連馬英南的那個簡訊他都說要告底德維，我認為金溥聰跟馬英九到此刻他們都非常堅信光慈跟旭成所做的這件事情，我現在都還沒有談到那個所謂的恩怨哦，什麼馬習會10週年等等，確實不合理。我講一個很不合理的啦哈，就是不讓馬前總統出席10週年，是為了避免他在公眾場合可能有出糗或者是出亂。請問基金會內部吃尾牙是有什麼好不能讓他去的？吃尾牙又沒有記者在，又不會採訪，就算他的反應比較慢，所以連基金會吃尾牙都沒有請馬前總統去這件事情，表示他們的關係到最後的時候應該已經相當疏遠了。浩辰，我講哈，暐瀚的 approach 去處理這件事情的方法，很多人都走這條路。然後他的開場白是說，個人恩怨或者這個財政紀律，還有馬總統的健康狀態是3個不同分開的問題，要個別處理。我原來也這麼想，我改了。我覺得這3件事情是攪和在一起的，是攪，而且呢，我要
現在斬釘截鐵先做結論，昨天金溥聰的那一場記者招待會是失敗的，起碼呢沒有給馬總統加分了。那我覺得為什麼會失敗呢？因為金溥聰跟馬英九的關係是舊的族譜主從的關係，馬英九跟蕭主任的關係是新的族譜主從的關係。金溥聰離開馬英九一段時間了，他對馬英九的了解是比較舊的記憶，但是呢，他一旦被召回來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對馬總統的忠誠啊，我覺得是遠超過目前這個新的主從關係的蕭主任的這個關係。金溥聰現在處理事情，不管怎麼處理，他對他個人的利益是遠小於蕭主任的利益。但是現在金溥聰處理這件事情的盲點在哪裡？不只是金溥聰有盲點，每5個人，我覺得現在是馬英九、金溥聰舊主從關係，新主從加了2個，加了蕭主任王光慈，還有一個惹是非的這個李德維。這5個人都的共同毛病是什麼？看對方的缺點非常清楚，而且放大；看自己的缺點幾乎沒有。我是完美啊，所以這個事情跳進來就講對方，他跳進來講對方，所以這事情沒有解決的一天。那現在問題是，金溥聰回來了啊，他曉得馬英九的過去啊，曉得馬英九目前的狀況，但是大概沒有蕭主任跟王光慈那麼徹底了啊，因為新的族譜關係是最近2-3年來，因為馬英九精神狀態的變化，這個辦公室裡頭是馬辦也好，或者是基金會辦公室也好，他辦公室不大，您看了現場不大哦，而且退租退這個房間，退那個房間，退馬英九的停車場，總講起來沒有那麼偉大，但是因為馬英九喜歡兩岸問題。喜歡操控兩岸的這種做法，把他做得很大，而且他是前總統。其實基金會裡頭這些 employee 跟老闆馬前總統的關係啊，其實他們的互動是很密切的。好，那但是呢，這2-3年來，因為馬總統的這個有問題，他們已經看出來了啊，所以呢，這個族譜的關係或者主從的關係。已經搞成，我講封建一點的話，就君不君，臣不臣了。就是說，本來不敢做的事情，本來看馬英九敬佩之心油然而起，什麼事情不可以，什麼事情不可以，現在就開始說，哎，可以了。所以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情，比如說看到馬英九會發抖，看到馬英九來了會往桌子下轉，這個以前會嗎？絕對不會，對不對？以前說收了錢。然後怎麼用？其實這個昨天金溥聰很大的一個失誤，就是他舉了2筆錢，一個是2023的錢，就是那照相的那個他那個交代，其實後來王光慈也有交代，但是就是一大堆賬了。但是另外一批就是尾牙的錢，這個不止100萬了但是說是馬英九的私賬。personal account， 但 personal account 什麼叫 personal account？personal account 也可以放在基金會，就是說這是馬英九的賬，但是要動它要不要馬英九知道？理論上也應該知道，因為是蠻多的嘛，200-300萬，所以呢，我的結論就是說，這個新的族譜關係在過去2-3年發生嚴重的質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搞得這樣如果一個舊臣。像金溥聰回來一看，這還得了？所以呢，他替馬英九決定說，我要處理這件事情。但是呢，你我講不要你講一半個，時間搞，你講一半個，這等下這故事都不好。才講一半呢。不是3分之二，趕快，已經超過2分鐘了。我跟你講，這個就是這個整個宮廷文化也好，辦公室文化也好，已經改變了嘛，誰的錯？每個人都有錯。你看我們你是講說，那周美君去法院為什麼不讓馬英九知道？你讓馬英九知道還得了？你讓馬英九知道，馬英九會讓你去嗎？當然不會讓你去。所以呢，我要講結論了你別 give。所以呢，我根據我的分析，我覺得我是相當的接近事實的真相。我有2個建議，非常簡單。第一點，就這5個人，我剛才講5個人 ，shut up，封口，從此不再講任何事情。
因為你都講對方的錯，沒講自己的錯。第二點呢，我覺得董事會應該出面向主管單位申請解散基金會。現在就是要做這件事情，應該要解散。我覺得應該解散。基本上講，或者是我講生動一點啦，就好像地震或是飛彈打來，剛好把這個基金會幹掉，那不是很好嗎？就從此沒事了，對不對？基本上這些都是花邊花絮。我覺得什麼？我刚才講的就是把花邊都不重要，拿掉啊。重要的是暐瀚講的。今天我捐錢，馬英九為什麼懷疑呢？你到底捐了多少錢？我現在發了200萬獎金。是捐500萬，還捐400萬呢？還是只捐200萬呢？錢都不懂，都不懂，他不知道啊。所以他現在就 care 這件事情了。好，那該怎麼樣？台商很多人不願意具名的，台商很多捐款不願意具名。对，那你不具名，捐給選舉錢不行，選舉錢不能個人不能超過30萬，基金會是可以的。我早上特別問會計師，我你給我確定這點到底怎樣？會計師查了所有這個法律，基金會可以用無名氏，不具名，基金會可以。好，那不管了哈。假如我今天說我不要捐給基金會，我要捐給馬英九個人，可以啊。就基本上馬英九就算不入他自己的賬，他給基金會應該入基金會的賬。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我覺得應該要嘛。問題對，沒錯。那你不基金，所以會計師才說沒有這個賬進來啊，沒有賬出去啊。所以問題在這裡嘛，到底有沒有違法？其他都不重要了，你個人喜歡不喜歡，我就這點到底有沒有違法？這是重點，這才是重點嘛，對不對？所以到底你捐給我個人，我說好沒關係，基金會公用。也許我糊塗了，也許我忘了，但是你執行的人，你總是要依法來做嘛。沒錯，你執行人不依法做，這邊會不會有問題？我不知道，但是就要查了嘛。所以現在到底是誰查？是3人小組查，還是馬金查，還是到法院去查？關鍵在這個地方。家人查。繼續再回來。大家都。好吧，這個金溥聰說王光慈不敢見馬英九，躲在桌子下面。那王光慈這邊說呢，金溥聰呢，這馬英九呢對金溥聰有暴力傾向啊，之前這樣說嘛。那金溥聰說王光慈要把馬英九趕回家啊。那另外呢，這個王光慈對馬英九下跪磕頭還送醫。李德維說他聽了也很震驚。今天上午李德維接受這個王淺秋訪問的時候說。那而且呢，馬英九說我哪有掐他脖子，我只是大聲呵斥王光慈為什麼不聽我的話啊？那另外呢，這個金溥聰說蕭其仁跟台商手捧現金合照。那好了，民進黨雖然說了，檢調應該主動偵辦啊。那現金有沒有境外資金有沒有問題啊？那另外呢，這個林俊憲說呢，蕭繼成收錢這個照片哦，說怎麼像個馬王政爭又來了哦，而且會不會拉出一整串的肉粽啊？那另外呢，卓榮泰說呢，要一切依法處理，到底這算不算收取境外的資金啊？那另外呢，李德維秀馬以南的一個信，說呢，馬以南給了金溥聰一個信，說叫金溥聰停止傷害馬英九，但是呢，金溥聰說我從來沒有收到馬以南這個訊息，而且說李德維這樣子，我要告李德維啊，那就是還沒有收到啊。那另外呢，戴霞玲說馬英九親自打電話證實。說家人申請輔助宣告，那馬英九打電話問馬以南有沒有？馬以南因為看到媒體說嘛，馬家有到法院去申請這個嘛，那馬英九當時就打電話給馬以南，馬以南說我沒有送，馬以南說沒有，所以呢，當時馬英九眼眶紅了那另外呢，蕭繼成說呢，周美青去年10月曾經轉達醫生的這個囑咐了，說馬英九不適合出席公開活動，所以為什麼不給他馬英九參加公開活動呢？就因為馬英九身體不適合。那記者就問台北榮總，台北榮總說這是病人隱私，不能講。我們看一下，王光慈常躲到廁所或茶水間，甚至有一次來不及躲，就躲到辦公桌的底下。為何對馬英九一再回避？前國安會秘書長金溥聰對前執行長王光慈提出多項質疑。對馬總統避不見面這件事情，事實上是王光慈身心受創。但蕭繼成說不出口的，也有知情人士私下透露，在2025年2月，王光慈率領學生訪團到北京參訪，事先已告知馬英九，只是抵達北京之後，馬英九卻忘了此事，打電話質問王光慈為何擅離職守，
發怒要求王光慈立刻回台，否則直接將他開除。但王光慈不願丟下學生，回台後便親自向馬英九道歉，卻遭馬英九嚴厲數落，罵他沒資格當辦公室主任。眼見馬英九情緒激動，並出現肢體動作，王光慈隨即下跪磕頭尋求諒解，馬英九才表示我原諒你了。當然，相關的就醫記錄，甚或下飛機以後送醫院，其實我們都有所了解。承認確有此事，不過馬英九基金會調查小組不願歸咎這位前總統，而是把炮口對準金溥聰。李德維也接着公布馬家大姐馬以南傳給金溥聰的簡訊內容，他寫下溥聰站在家人保護弟弟的立場，如果你不停止傷害馬英九，我們立即準備向法院申請馬英九的輔助宣告，並公開你對馬英九的挾持利用。比起司法檢查來起訴審訊他幾年，不如宣告他有病，讓他可以真正退休，這是不得已的辦法。雖然我們不願宣告他的健康狀況，只是前一天金溥聰公布馬英九基金會收受台商不明金流，也沒如實申報，民黨立委林楚茵就呼籲手捧現金照都出來了，檢調應該主動偵辦。那我們當然會憂心這一件一般基金會的事務而被拿來政治操作。我想從柯文哲的身上，我覺得都有看到。一旦統統交給司法單位，看在藍眼裡，跟自投羅網沒有差別。來，鳳馨。其實呢，金溥聰所說的有關於這整件事情當中，對我來說，我們把它釐清變成2個方面，一個是錢的部分，一個是事情的部分。但我先要講，就是說，為什麼失智症在這裡面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其實我介紹過4本討論失智症的書，有屬於科普的，然後呢，也有屬於就是專門研究阿茲海默症，但自己罹患了阿茲海默症，而且是早發性阿茲海默。他趁他還記得的時候，把他所有的發病的過程寫出來的。好，我會想念我自己。然後呢，也有屬於照護者的。然後當然最近的一本就是林靜雲，然後去寫他先生，然後他自己也是個醫生。然後他去找了很多很多的資料，其實我會有點感慨，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其實我發現到很多人真的不理解失智症是怎麼一回事。失智症其實呢，從記憶退化，它都已經發展了大概7到8年的時間，到記憶退化，這記憶退化絕對比老年退化還要來得嚴重非常的多，因為它是整個海馬回直接的受損。海馬回受損呢，它就會只記得過去的事情，然後不記得現在的事情。那因為它非常的混亂，所以它常常會有認知，然後它會有記憶錯亂，它會有認知錯亂，所以對於它明明知道的事情，然後變成不知道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當然有可能，而且常常發生。其實，在社會案件当中，我們常常會發生一件事情，就是說，照顧這個失智症者的照顧者，然後呢，被失智者，然後就是指控說他打我，他不給我飯吃，然後呢，他欺負我，什麼等等的。然後後來呢，其他沒有照顧的家人就跑來追究這一個照顧的家人。但事實上，這裡面其實通通都是譫妄，失智者的譫妄。這個社會案件很多，我以為大家都應該理解了，可是顯然到目前為止，很多人不能夠理解。那我覺得這裡面這件事情當中呢，台商可不可以捐款給馬英九個人？就是其實任何人要給我錢都可以，好，只是拿這個錢不可以有對等關係。好，這個就他如果拿錢給我，然後要我去做一些違法的事情，那當然就不行。可是他單純要捐錢給個人，個人捐給個人，我去遍查了所有的法律，沒有任何禁止啊。唯一的就是贈與稅法，就是遺產及贈與稅法。那遺產與贈與稅法的納稅義務人是捐款的那個人。那麼至於被贈與的人，其實是沒有任何的報稅的記錄啦，或者是說他要報稅都沒有，完全都沒有。好，所以其實這裡面錢捐給了馬英九，其實馬英九這個部分就沒有任何的責任。那至於那個244萬每一年的免稅額，那是就贈與人而已。只要贈與人他每一年的捐款不超過244萬，他連報都不用報，因為也不會查到他。好，那現在就回過頭來，就是如果這筆錢如同蕭旭岑跟王光慈所主張的，這都是私賬，這並不是基金會的公賬，那當然不用進公賬啊，所以也不是在公賬裡頭要來討論的一件事情。那私賬關鍵點就在於說，那馬英九到底知情或不知情？現在以馬英九的狀態，你不可能再問他任何事情，因為他不可能記得這件事情。因為所謂的記憶退化是指說，失智症的記憶退化是
對於他明明做過的事情、說過的話，你再怎麼提示他，他都說不知道的，那就是完全的失智了。好，所以呢，你不可能在這個時候再問他，那你不可能再問他要怎麼辦呢？那對我來說，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就是，那王光慈也好，蕭旭岑也好，那你們就必須要留下記錄。我不管你什麼留下記錄，是書面的請馬英九簽名呢，還是說呢你有這個賬目，然後馬英九定期的簽名呢？因為這是他的私賬。既然是他的私賬，馬英九當然應該要過目。如果沒有這個過程，我必須不客氣的說，我認為蕭旭岑跟王光慈涉嫌的反而是侵占。這件事情其實它並不是什麼財政紀律，反而是侵占的問題。至於這個錢的流向，流到比如說給基金會發年終獎金啦，或什麼等等的，我們看起來是用在公務上面，可是其實在處理上面也可以，我個人要給我自己的這一些就是我的部屬錢，這件事情它也變成贈與行為。那馬英九贈與這些人加總起來一年不超過244萬，也是可以不用申報的。那私賬該誰來處理？就是家人，因為他既然是私賬，就不是基金會要來處理，他當然是應該由家人來處理。所以簡单來說，這就是家人要處理的事了。還有沒有？剛才鳳馨哦，對於這個失智症病人的典型會發生的狀況呢，已經講得很清楚。全台灣現在失智症比例如此之高，只要家裡有失智症的親人，有跟他生活過，我相信每個人都知道怎麼一回事情。而這個家人跟他最親近的人呢，就是最大的受害者，因為他們造成的腦部混亂呢，遙遠的記憶可以，現有的事情呢，他絕對都會記不得以外，他呢情緒的變化非常明顯，個性的變化非常的明顯。有一些你以前絕對不相信他會有暴力傾向的人，在生病之後，他會突然有展現暴力傾向。那這個事情呢，在社會各個角落，所以大家現在才可以看得出來，這件事情千萬不要把它解釋為藍營內部路線跟政治鬥爭，因為不是的，它是一個生病的問題。那剛才沈大佬在上一階段呢，他用了君臣關係，君不君，臣不臣來比喻，我正要講這個案子最嚴重的給我們社會警醒的一個問題是，曾經為君的人生了這樣的病該怎麼辦？那你曾經為君的人，他的社會影響力、號召力持續那麼嚴重，如果他還要保持一個很活躍的社交生活，可是他明明就忘記了他的判斷力，明明有事情，我們有沒有辦法不要讓他在他判斷不清楚的時候，因為他的聲望跟影響力造成了不當的害處呢？這也是一個很值得考慮的問題。那第二個，台商為什麼會捐錢給馬英九個人？這種問題在大政治人物裡面不是沒有，但是也不是很常見。馬英九的情況很特別，是因為呢，他是當時因為陳水扁犯貪污罪了以後，立法院才修法，讓總統的禮遇條例、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呢，只能跟他的任期同步。那這種狀況底下呢，那個馬英九到2004年的5月20號，他就不能再享受任何的這個禮遇，甚至他的馬辦就沒有任何的錢，他應該要解散的。可是馬英九很2024了，2024呢，他很願意繼續服務社會的時候，那當然他的辦公室的人員就會想說，那我要怎麼樣募款，怎麼樣維持他有繼續的隨扈，怎麼樣維持他有司機，怎麼樣維持他的一個比較活躍的這個生活。但是這個情況也會隨着很多的事情產生變化，所以我認為台商會因為這樣子感念馬英九過去的貢獻，願意以現金的方式支持他個人，我覺得是相當合情合理。那再用這種方式去影射說是政治派系鬥爭，我覺得真的夠了。那我最後講一點，我認為這件事情即使到法院去，一樣馬方或者是金溥聰方面是不會得勝的，因為很簡單，只要我講完，只要醫生出來處理說明他確實生病而當事人沒有行為能力，其實那些對他們的指控
只要不是完全明顯的如何的，它其實很不容易成立。剛剛這個永平講的那番話，如果你是代表蕭旭岑跟王光慈的律師的話，我給你100分 ，perfect。你不曉得，你回去照照看，聽你剛才講的話，你的立場是已經很偏袒了。這個問題是鳳馨跟鄭永平犯的同樣一個毛病。不管你鳳馨念了4本書，念了40本也一樣，因為這個失智症是因人而異的。我跟你講，龍應台的媽媽在她老公死掉的同一年啊，去掃墓的時候，龍應台的媽媽摸着墓碑啊，說：“這誰呀？這誰啊？她丈夫剛剛死哦，她看到那個名字，這誰呀？”所以他們兩個就說，以現在馬英九的病況，不是今天蕭旭岑跟王光慈不管講什麼都可以過關。沒有啊，因為你這個可以，你有證據啊，因为你這個前總統可以否定我的，如果是謊言的話的能力已經沒有了嘛。這個是很嚴重的武器，你知道嗎？所以這個也是。他的這個指控也是很嚴重的指控，他是刑事犯罪耶。我知道，對不對？那但是你是把馬英九現在的行為能力，就是說他如果你明明沒有這樣做啊，你偏偏說有，馬英九要否定這2個人的言語的言行的能力的可信度，你都一概把它否決掉。你都不能否決掉。我不能接受這個啦。旁證啊，你還可以有證人啊。你不是醫生，你也講得太武斷了。你去問北榮醫生吧。所以你們藍營的人都希望這個案子不要到法院去，對不對？對。但是我告訴你，這樣吵來吵去，逼到最後還是要去，他一定會去法院。對。因為你不相信馬英九講的話了嘛。蕭旭岑也要告了。那基本上就是說。到法院就是看證據嘛，其實就是看證據，看證據到底是什麼？秀證據，大家雙方秀證據了啦，就要再回來，不是口頭的了。